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阿浪。张三丰可以说得上是道教中的知名人物，然而金庸笔下的张三丰武功高强，痴情一生。他师从绝远大师，在绝远圆寂当晚，和郭襄无色将九阴真经一分为三，自己凭借着悟性便开创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刚鼎门派武当派。到倚天屠龙记时，张三丰已经有100岁了，在这个年纪依然额发童颜，精神矍铄，武功力压武林众人，是当时的天下第一。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了他的威名和武功，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老头。他在书中妙语连珠，金句频频，可以说得上是当代凡尔赛文学鼻祖了。今天阿浪就带大家看一下张三丰那些令人凡尔赛的话。第一句，谁人不死？在倚天屠龙记开篇，于代言被人暗算，全身筋骨间断，张翠山因为长途跋涉加上伤心过度晕了过去。醒来后，他问张三丰：“师傅，三哥还能救吗？”张三丰不答，只道：“翠山，世上谁人不死？”这句话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实中的张三丰，他从1247年活到了1458年，整整活了211年。别人说这句话我们觉得很正常，但是张老神仙说这句话有点凡尔赛了吧？更别提各种野史中有人还在清朝见过他，阿浪甚至怀疑他现在还活着。第二句，70、80年，在武当众人对着于代言的伤势议论纷纷时，听到了他因为屠龙刀被暗算的消息，因李挺问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几句话传了几百年，难道时至今日真的出现了一把屠龙刀？这是江湖中的共识，也是武林中人流传的神话。张老神仙丝毫不在意，说道：“不是几百年，最多不过70、80年。当我年轻之时，就没听过这几句话。果然，活得久就是好。这等惊世谣言一出就破。”还告诉大家，张老神仙年轻的时候也是混过江湖圈子的，消息路子广得很。第三句，这等绝技没法自创。在众人看出大力金刚指时，有人问道：“其他人会不会自创这么一门神功呢？”张三丰叹气答道：“少林派累积1000年，方得达成这等绝技，绝非一蹴而至。就算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没法自创。”这算是夸奖少林神功吧？毕竟张老神仙以精微药指端在尽力吞吐，时刻防卫，不失毫厘，则4两之力可拨千斤。左手挥出，银钩在握，倏地一番勾住了石壁的缝。阿浪不知道说啥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等张翠山从冰火岛上回来，就发现张老神仙又创了一门神功，叫神门13剑，有13记招数，每记招式各不相同，但所刺之处全是敌人手腕的神门穴。殷六侠凭借这门剑法，一人独斗30人，令人啧啧称奇。第四句，人品不错就行。张翠山从冰火岛上回来，上了武当山，看望了师兄师弟。等看到师傅的时候，他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张三丰叫他起来回话，张翠山仍然长憋不起，说道：“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她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张三丰仍捋须一笑，说道：“那有什么干系？只要媳妇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的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吗？天鹰教又怎么样了？”翠山呐，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就小瞧了别人。这普天下正邪2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或者是心怀不善，便是邪徒。可是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神仙，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当时天鹰教可是魔教，武林中人人喊打，你武当派是真不怕别人来围剿啊！果然天下第一，就守底气。第5句，白眉鹰王武功了得。在第4句之后，张翠山和师傅促膝长谈。张三丰说道：“你那岳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花花轿子人人抬，阿浪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光明顶一战，陌生谷大战殷天正。结果殷天正虽然手下留情没杀莫大侠，却在招式上输了半招，左臂被长剑刺中。白眉鹰王这样说道：“老夫纵横半生，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好张三丰，好张真人。”他称扬张三丰，
那是钦佩他手创的72招绕指柔剑，神妙难测，自己竟等价不了。一边说人家武功了得，一边弟子用自己的招数砍了人家。长老神仙，你这一点过分啊！抬了轿子还要打人家一下。第6句，心地善良张三丰。于连州自创12招胡招手，张三丰看了好几次都没说话，最后才对于连州说道：连州，你这12招胡招手比我教给你的是厉害多了，不过你招招拿人妖也，不论是谁受了这一招，都有损阴绝嗣之余，难道我教你的正大光明武功还不够，定要一出手便令人绝子绝孙吗？于连州听了师傅这番教训，虽在严冬，也不禁汗流浃背，心下厉然，当即认错谢罪。长老神仙心地善良，真没什么好说的，陆地神仙名副其实。但是大家再往后看，有一句官方旁白是这样说的：张三丰成名垂70年，当年跟他动过手的人已死得干干净净，世上再无一人。阿浪寻思，长老神仙，你这和绝子绝孙也没啥区别啊，虽然非常光明正大，但这动了手就死得干干净净，着实有点太光明正大了吧。第7句，少林掌法果然非同小可，金刚门刚相假扮空相，竭尽全力用少林派金刚般若掌偷袭张三丰，意在直接打死武当祖师，为元朝大军开辟道路。张三丰将他直接击毙，自身肺腑却受了重伤，狂喷出了几口鲜血。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内伤更是长年累月的功夫。长老神仙却这样说道：少林派的金刚般若掌果然非同小可呀，看来非得静养3月，否则伤势难愈啊。这伤换做旁人估计就命丧黄泉了，静养3月就好，可还行？果真非同小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长老神仙还当着金刚门徒弟的面嘲讽道：火攻头陀内功不行，外功虽然刚猛，可还及不上玄冥神掌。我的伤不碍事，就顺便低调地告诉他，自己和他们祖师火攻头陀打过架，很有可能火攻头陀还输了，在长老神仙的心中还不如白损道人。第8句，张三丰有什么了不起？张三丰带着张无忌上少林求取少林九阳功，在山门时有一位僧人问道：你就是张真人？是，货真价实，假了包换。另一名僧人听他说话瞧无一派宗师的庄严气概，更加不信，问道：你真不是开玩笑吗？张三丰笑道：张三丰有什么了不起？冒他的牌子有什么好处？张三丰是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开创了个武当派，还是个天下第一就没了，确实没什么好说的。第9句，武功堪比郭靖杨过。赵敏冒充明教围攻武当，张无忌代替太师傅出战，张三丰定睛往张无忌脸上瞧去，只见他目光中不露光华，却隐隐然有一层温润敬爱之意，显得内功已臻绝顶之境。生平所遇人物，只本是绝眼大师、大侠郭靖、神雕侠杨过等等寥寥数人才有这等修为，可想而知张无忌当时的内力有多高。在张三丰见过的当中，竟能和北侠西狂相比肩。这时候长老神仙又默默加了一句：至于当世高人除自己之外，实想不起再有第2人能达此境界。阿浪觉得，虽然他是在夸张无忌的内力很高，顺便也把自己给夸了吧。这个时候的长老神仙已经能和五绝相比了，而在倚天这种武学层次要比神雕低很多的年代，这种成就果真不可想象。金庸笔下的张三丰有血有肉，100岁高龄不失童趣，宗师身份不失气度，妙趣横生不失威严。以往阿浪只觉得张三丰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整理完这期之后，阿浪觉得这样的张三丰才在金庸笔下活了出来。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强大，我们也要看到他有趣的一面。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是我们看人看事两面却都要看到，这样才能在社会这个江湖上越走越远。金庸作品中出现过上百种形形色色的武功，琳琅满目，各擅胜场。其中有一种武功最为奇特，那就是威力极大，但是却很难练成。他们有的需要各种自身条件，有的还需要舍弃一些东西。而且这些武功最大的特点是流传度不高，往往在小说中只能是惊鸿一瞥，让人心生向往。他们有的是武学秘籍，有的是内功心法，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很难练成。接下来阿浪就为大家盘点金庸笔下最难练的10大武功。练成条件：欲练此功，挥刀自宫。
辟邪剑法是林远图从《葵花宝典》残篇中悟出的剑法，两者系同源，但一来从不外传，二来使用此剑法之人个个动作迅捷诡异，外间无人得知其招法的名目，只知道其招式乃匪夷所思。林平之的武学天资不高，比令狐冲差多了，甚至还不如陆大有。他跟随岳不群学华山剑法时，一个精妙招式半年也没有学会，但是他一狠心一咬牙，一剪梅之后练起辟邪剑法来，倒是得心应手，进步很快。这说明辟邪剑法的门槛很高，进了门之后就不难了。但是就是这个门槛，很多英雄好汉都迈不过去，令狐冲、项问天、任我行都迈不过去，岳不群就迈过去了，达到了一剪梅的境界。而这个剑法唯一的难度就在于练习者是否下定决心，毕竟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练成条件，内心淳朴，武学天资很高，这是一门很奇特的武功，是周伯通被黄药师困在桃花岛15年，百无聊赖中创出此术，左右互搏，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说他难吧，他没有招式，也没有心法，属于那种顿悟；说他不难吧，杨过、黄蓉这样的聪明人，无论如何也学不会。郭靖这种脑子不是很好使的，却能练成。金庸自己也说过，其实这左右互搏之际，关键诀窍全在分心二用4字。凡是聪明智慧的人，心思繁复，一件事没想完，第二件事又涌上心头。三国时曹子建7步成诗，5代间刘勋用兵1步百计，这等人要他学那左右互搏的功夫，便是要杀他的头也学不会的。这门武功的难度就在于练习者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思想，毕竟有些东西是天生带来的，不是后期的锻炼可以弥补的，所以这门武功的入门条件全是先天条件限制，很难练成。练成条件，天资高，寿命足够长。龙象般若功是西藏密宗至高无上的护法神功，共分13层，其外功掌力强悍凶劲，每练成1层龙象般若功，就增一龙1象之力，练成10层后，具有10龙10象的巨力，有近1000斤之重的力道。有些人觉得龙象般若功门槛低，只要有脑子都能练成1层2层的，但是再往上练就需要很高的天资。神雕侠侣原著是这么写的，金轮实是个不世出的奇才，百年难遇。有了这么高的天资，再得花大量的时间去练，才能练成龙象般若功。那么练到第13层需要多少年呢？原著是这么写的，若有人得享数千岁高龄，终必臻第13层境界。所以这门武功的真正难度在于寿命和天资，天资只是先天条件，但寿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110年。所以这门武功只能说走多远算多远，永远没有人练到巅峰境界。练成条件，懂梵文，看破5学障，身负高深学法。易筋经是少林绝学，乃是达摩祖师所创，是一门绝顶的心法。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金庸武侠作品里，易筋经都出现过。但是要注意的是，《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的易筋经并不是同一本，这里指的是梵文易筋经。根据扫地僧的描述，练易筋经的门槛很高，得有高深的佛法，勘破人相我相。武功高是不管用的，没有高深佛法你也练不成易筋经。但是天龙八部出现了 bug， 因为丝毫不懂佛法的尤坦之也练成了易筋经。为了弥补这个 bug， 新修版天龙八部金庸把尤坦之捡到的武功秘籍改成了神足经。练成条件，身负强横内功，佛法高深，内心淳朴，无心恋物。少林的佛门武功一般都讲究摒弃贪嗔痴，做到淳朴如郭靖，这一点就很难。金庸笔下那么多主角，也就郭靖跟石破天满足这个条件。也许罗汉伏魔神功的威力不如易筋经，但它的难度比易筋经更高，因为你得无心练武，看见武功秘籍就脑袋疼，才有机会练成罗汉伏魔神功。显然这门罗汉伏魔神功应该是哪位前辈神僧创出来耍人玩的，又或者是类似于觉远大师这样的人无意中练就。练成条件，精通天下武学，天资很高，独臂，黯然心境。这门掌法是杨过把天下武学融会贯通之后，反其道而行之才研究出来的，总共17招，
其名由来于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必须要有黯然的心境才能发挥威力。五绝之一的东邪，黄药师称此掌刚猛之威力，普天下之下只有郭靖的降龙18掌方可匹敌。这门武功的练就之处在于，如果你不懂天下武学，天资不够，自然无法理解这门掌法的精髓。而且黯然掌跟降龙18掌不同，是一门单手掌法，一般人用起来很不习惯，这一点毋庸置疑。杨过身为独臂，自创武功肯定全是单手，所以其他人练习，另一只手反而成了累赘。最后，如果有人具备了以上3点，精通天下武学，天资奇高，独臂高手，但其实他们仍然无法练成黯然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和分离，也就无法达到最后一条黯然心境的要求。只有经历过一次撕心裂肺、求而不得的真爱，才能体会到杨过的心境。其实这门武功根本没人练成，因为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2个完全一样的经历，每个人都只能做自己的杨过，去寻找自己的小龙女，最后开创自己的黯然销魂掌。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练成条件，身负震古烁今的强横内力。6脉神剑的要求很简单，但就是这一条要求却能卡死天下所有的武林人士。天龙八部中，枯荣禅师苦练枯荣禅功，内心修为丝毫不输鸠摩智，以枯荣禅师的内力修为，只能勉强练成2道6脉神剑。枯荣禅师岁数不小了，普通人也就这个能力了，内力不会强太多。段誉用北冥神功吸其他武者的内力，大概吸了300年左右，才练成了6脉神剑。而普通人的内力只能一年一年练，就连萧峰天赋异禀，也能只是别人的双倍内力。所以6脉神剑所要求的强横内力，必须配上极其强大的内功心法，而这些内功心法的入门要求更高，可以参考罗汉伏魔神功和易筋经。所以6脉神剑内力要求只是摆在明面上的，真正更苛刻的要求还在其他地方。练成条件，散去自身所有内功，心无旁骛，吸取内力时循序渐进。北冥神功是段誉一身武功的基础，但这门功法其实只有一个人练成了，那就是无崖子。虚竹只是拿到了北冥真气，段誉只练成了1脉，就可以看到北冥神功的难练了。北冥神功的难点在于，首先你得把自身内力全部散去，练点内力不容易，谁敢轻易就散去？因为你不知道究竟能不能练成北冥神功，这就和辟邪剑法的选择是一样的。哪怕是侥幸练成了，吸收其他武者的内力也得很谨慎，要从最弱小的一路吸上去。如果你上来就吸扫地僧的内力，很有可能丹田被撑破，要一点点来。段誉的运气很好，他先吸的无量剑派弟子的内力，把丹田慢慢练成了。但常人可不一定有这样的运气，江湖毕竟是危险的，没有师门长辈的庇佑，这门武功极有可能刚开始就被所有人视为武林公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了。练成条件，武学天资高，熟悉道家，寿命很长。其实在金庸武侠里，练过九阴真经的高手有很多，但完全练成九阴真经的人根本没有。无论是郭靖还是老五绝，他们都是利用其中的某篇功法补足自身的缺点，或者是通读追求更高的武学境界。完全练成九阴真经的人一个也没有。哪怕是九阴真经的作者黄常，也不一定就练成了九阴真经。因为九阴真经包罗万象，有内功、轻功、剑法、刀法、暗器、拳法、掌法、18般兵刃等等。想把九阴真经完全练成，估计得跟龙象般若功一样，有很长的寿数。而想练成九阴真经的难度就在于后边的武学上，他们是黄常记下了其他人的武功所记载下来的破解之法，本就不是一个人能练的。如果一个人能同时练好剑法、刀法、拳法、掌法等武功，那他完全可以去学习独孤九剑，而不是来练九阴真经。人力有穷时，九阴真经是一本根本无人练成、难度顶天的一门武功。练成条件，不认识字，天赋绝佳，观察力、判断力、想象力、意识同步，想象力和理解思维和创作者一致，熟悉周身穴道，顿悟。几百位来自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琢磨太玄经秘籍，他们琢磨了几十年都没能琢磨出个所以然来。
只有狗哥石破天，机缘巧合之下才练成了太玄经，难度确实很大。不认识字这点很好搞定，众多侠客不可能都认识字，但真正的难度是在这个条件下的其他考验，比如想象力、意识同步，这些是很难做到的。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同样的图形在不同人的眼里所表达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侠客看到的是剑法图形，农夫看到的是锄地动作，老人看到的是强身健体，这才是太玄经真正难的地方，那就是人心。你的心是什么样，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心中藏佛陀，举世皆良人。事物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主要看你怎么去对待。打狗棒法是非丐帮帮主不传的武林绝学，由前任帮主口述传教给下代帮主。在丐帮400余年的传承中，唯有一个例外，便是于华山之巅得洪七公口传招式，又得黄蓉教之心法口诀的杨过。然而这门代代心口相传的绝技，竟在逍遥派和姑苏燕子屋中留有藏谱。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流传到这两处的呢？打狗棒法虽招式机变、灵动、轻盈，但在丐帮中却是威严的象征。打狗棒法作为帮主信物，如帝王玉玺、尚方宝剑一般，是绝对的权力象征。在一些特殊时期，手持打狗棒、拥有打狗棒法的人，即是认定的丐帮帮主。自丐帮开帮祖师爷创打狗棒法，就有规定，除新任帮主，不能再有第二人得传打狗棒法。到第3任帮主将棒法中加入诸多变化，乔峰、虚竹、洪七公、黄蓉、卢有角这些大成者，皆是丐帮帮主。打狗棒法武学不需要威力极大的输出，而以招式的精妙百变为常。经书中武学理论的上限在于运用武功之人。36路招式结合绊、劈、缠、戳、挑、引、封、转8绝，变化万千，出奇制胜。所以要想将打狗棒法发挥出真正的威力，需要使用之人本身具有深厚的武学基础，并能够在实战中巧妙应用。有七巧玲珑心如黄蓉者，世间无二。而能够将打狗棒法36路招式学全并加以运用，正面对敌不处下风的，基本上已经处于绝顶水平的武功了。既然打狗棒法如此精妙绝伦，又是丐帮的正帮武学，传承方式亦极为隐秘，它为何会流传至别家门派呢？这就要提到逍遥派的小无相功。这门功法有一奇妙之处，便是以此为根基，可以驾驭众多别门绝技。鸠摩智就曾以小无相功代替少林内功，修炼72绝技，单挑少林。因此逍遥派第2代掌门无崖子与其师妹李秋水搜集天下武学典籍，并悉数收藏在大理无量山洞天福地中。除了易筋经、一阳指、六脉神剑之外，皆有收录，其中也包括打狗棒法。那么无崖子和李秋水是如何收集到打狗棒法的招式藏谱呢？武林对决中常常有一种情况，便是一方在对战过程中对敌手的武学有所领悟，从而掌握到其精要，更有天资极高之人仅凭观摩便可当场学会。譬如光明顶上张无忌对决空性大师时，空性使出少林72绝技之一龙爪手，在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的基础上，张无忌当场学会此招，并还之彼身，战胜空性。一灯大师为黄蓉疗伤时，一旁的郭靖更是仅凭观察便领悟了一阳指。所以极有可能是无崖子在与某一任丐帮帮主的对战中学习到打狗棒法的一些招式，并将其记录于书册。首先，前面我们提到打狗棒法的精髓在于对基础招式的灵活运用，所谓大繁至简，其招式简洁，通过万千组合变化而生出繁复。无崖子又恰是对武学领悟极高之人，精通北冥神功、天山六绵掌、凌波微步，聪明机智更是世间少有，一番心思广纳天下武学。所以在迎战打狗棒法时，辨别记住了一些其中的招式，记录成册，是有极大可能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江湖中流传的打狗棒法仅有棒法、掌法，而无心法口诀了。而后无崖子与李秋水之女李青罗将这些武功典籍带至姑苏王家，藏于狼环玉洞中。原著中描写段誉误入狼环福地时，他持烛走近，见书架上贴满了签条，竟是昆仑派、少林派、四川青城派、山东蓬莱派等等名称，其中赫然也有大理段氏的签条。但在少林派的签条下注缺易筋经，在丐帮的签条下注缺降龙十八掌。
在大理段氏的签条下注缺一阳指法、六脉神剑剑法、汉胜的字样，可见打鼓棒法的藏谱在狼环福地中保存了下来。时间线推回到无崖子一代，当时李秋水的妹妹嫁到了姑苏慕容家，生下慕容博。慕容博将家传绝技斗转星移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斗转星移讲究借力打力，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即要借别家心法，那么需对各家武学要义有所通悉。所以慕容博醉心于收集天下武学，曾经从藏经阁中盗取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般若掌、无相截指、拈花指等，更是将伏魔杖法等器械武功也化在掌拳之中施展。他建立的环师水阁既包含狼环福地所藏武学，也有慕容家绝技。到了他的儿子慕容复一代，通过三合庄环师水阁及曼陀山庄狼环玉洞习得各门派武功，继承了斗转星移的绝技，有了北乔峰、南慕容一说。慕容复在丐帮解释马大元之死之前，曾练习了一小部分打鼓棒法。王语嫣从阿朱处得知表哥正在修习打鼓棒法，说道：丐帮的打鼓棒法与降龙十八掌两大神技，是丐帮的不传之秘。你们环师水阁和我家狼玉洞的藏谱拼凑起来，也只一些残缺不全的棒法、掌法，运功的心法就全然没有。你家公子可怎生练？虽然凭着家传的打鼓棒法残谱练习，慕容复却并未能找到正确方法。我们知道《天龙八部》中，王语嫣深谙天下武理，常常出招须臾之间便能识出施展之人所用的功法，对战局做出估算，并预判最佳的行动策略。此番对于打鼓棒法的理解也远在其表哥之上。然而，即便有深厚的武理修为和钻研天赋，王语嫣也只能从藏谱中推断出打鼓棒法的招式需要快中有慢，慢中有快，并断言无法仅凭两家藏谱就习得打鼓棒法。在整部《天龙八部》中，慕容复都没有使用过打鼓棒法，可见王语嫣所言非虚。作为狼环福地和环师水阁武学秘籍的继承者，慕容复并未能成功习得打鼓棒法，因为洪七公、乔峰等人虽为丐帮帮主，却极少使用打鼓棒法，所以经常有这样一种猜想：打鼓棒法之所以心口相传又极少出场，是忌惮被对手破解。然而，纵观整部经书，无崖子武学修为绝顶，仅是从对战中学得一部分棒法、掌法招式，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依靠前人残谱修习的慕容复以失败告终。未得丐帮帮主口授心传之人，即便有神功傍身，也无法破解打鼓棒法。而洪七公、乔峰等人极少施展打鼓棒法的种种原因，我们在前几期也曾经讨论过。唯一一个破解了打鼓棒法36路招式的人是欧阳锋，但是欧阳锋是根据杨过所学的招式破解，而此时的杨过还尚未习得打鼓棒法的心法口诀。雪山顶二人对决精疲力尽，洪七公将棒法讲与杨过，欧阳锋观招苦思冥想。棒法虽只36路，其中精妙的变化却是奥妙无穷。越到后来，欧阳锋思索的时刻越长，但他所回击的招数可以尽是攻守兼备、威力凌厉的佳作。洪七公看了也不禁叹服。到了第36式天下无狗，却是辗转反侧而难有对策。原著中这样描述道：次晨，杨过尚未起身，欧阳锋忽然大叫：有了，有了，孩儿，你便以这杖法破他。叫声又是兴奋又是紧迫。杨过听他呼声有意，向他瞧去，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欧阳锋虽然年老，但因内功精湛，须发也只略现灰白。这晚用心过度，一夜之间竟然须眉尽白，似乎忽然老了10多岁。安排这段剧情，主要是为了让杨过习得打鼓棒法和蛤蟆功。安排黄蓉传授杨过打鼓棒法的心法口诀，那又是后话了。打鼓棒法作为丐帮帮主才有资格学习的绝技，虽然必须得到心法口诀、棒法招式才得其全貌，然而因若是对手见过招数，思考对策再次接招，效果便会大打折扣。如果施展打鼓棒法的人机敏灵巧更甚，能够见招拆招、见招变招，就能再生出无穷的变化，令敌手无法从容应对。所以打鼓棒法是一种极度依赖施展之人武学造诣和应变能力的武功。在剧情安排中，憨直的郭靖未得洪七公传授打鼓棒法，而将厚重刚猛的降龙18掌练至巅峰。正是由于杨过和黄蓉身上的玲珑镜，36式打鼓棒法通过排列组合，甚至能够使出成百上千种变化来，那再有何人能破？
说到底，武功绝技的境界高低离不开修炼者的品性能力。独孤九剑令狐冲洒脱不羁，张无忌宽仁忠厚，得遇九阳神功。天山童姥修天长地久不老神功，乖张狠厉，每日吸引生血。小龙女至纯至真，习的是玉女素心剑法。纵使举世无双，如无崖子，得亏打狗棒法10之1、2，是丐帮外也留有其秘技之藏谱。然而却再无后辈能在藏谱记录招式的基础上领悟出打狗棒法的奥妙。是由于丐帮规定的传承方式，即便有天赋异禀者从招式中领悟棒法，若无口诀相授，亦是不得要领。可惜这种依靠面对面心传口授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旦帮主在教授过程中出现意外，导致传承中断，那么这门绝技就会失传。在丐帮第24到25代帮主的传承中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倚天屠龙记》中，石火龙修炼降龙掌法至第12掌时走火入魔，携妻隐居深山，被丐帮长老陈友谅和陈坤勾结所害。两人请来蜡头员刘骜冒充使帮主，此人是个武功极差的三流骗子，却在陈友谅的协助下蒙混过关，也可见当时丐帮的实力已远远不如洪七公、黄蓉的时期。宋兴书大婚之日，黄山女子出场揭发此骗局，帮助石火龙之女史红石以打狗棒证明身份，重夺丐帮帮主之位。原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神雕中杨过机缘巧合接连学会打狗棒法招式口诀，便不会再有黄山女翩然而至，拨乱反正。曾经唯一一个非丐帮帮主而得打狗棒法之人，100年后其女又将打狗棒法传与新任帮主。或许这36路8绝打狗棒法的传承，冥冥之中自是因果流转，殊途同归。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